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港版国安法到底多狠毒？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来解读一下港版国安法，为什么？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啊！你说它这个法律有问题，它法律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没有资格批评啊！所以我们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在这里。我们今天就做这个工作。在做这个工作之前，先报一个新闻：27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严重关注这个港版国安法，批评北京破坏一国两制啊。那么27个国家表示实行国安法。表示深切的关注和深切并且持续的关注，强调在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有高度自治和人身自由，在没有香港人和立法司法机关参与强行立法做法破坏一国两制。他们同时促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定期汇报香港和新疆的情况啊，这是一个新闻啊。那么这个联合国27个国家联署啊，27个国家联署，那么这个由英国的代表读出这个声明，参与的国家有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奥地利、比利时、伯利兹、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列斯敦、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卢森堡、马歇尔群岛、挪威、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啊，这是国家。那么好，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港版国安法到底有多狠毒啊？这北京呢，就是立一个法，他自己立一个法啊，这他自己立的法，这个法不是香港人立的啊，不在香港的立法会通过的一个法律，他自己立一个法，然后呢强加给香港人，这就是典型的强加给香港人，那么违背了香港的基本法，也违背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也好，中英联合声明也好，讲得非常的清楚。香港在行政、司法、立法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啊！什么叫自治权？自治权就我自己干，你别管。那么他现在就立一个法，强加给香港，这肯定是违背了基本法，也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那么我们看这个法律呢，老实讲了，我这个法律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啊，叹为观止。匪夷所思，悲愤交加，警惕世人，就大概就这几个字啊。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样板啊，我不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个非常好的样板。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因为其实西方国家对中国不了解，当然没有人了解中国的法律啊，所以这一次的立法非常有价值。价值在哪里？就可以让西方世界看一看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啊！中国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刷新大家对中国的认知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中国的立法是什么呢？这个法律啊，我可以总结，从3个角度进行总结。从法律的角度，既可笑又可怕。可笑之处是什么？等一下你会看到啊，这个法律条文非常可笑，非常多的可笑的地方，但是也非常可怕。为什么？完全没有底线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既无耻又无奈。无奈是香港人的政治现实，无奈没有办法。我说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其实这是一个理念。但是香港在此之前和在此和他的现状，香港都不是香港人的香港，之前是英国人的香港，现在是中国的香港
这个无奈，这就是无奈。无耻是什么？从政治上的无耻，我刚才讲，中共背叛了他的承诺，这当然是非常的无耻啊。从政治的角度，既无耻又无奈啊。从社会的角度，就是香港社会运作了这么长时间啊，你突然做一件这样的事情，非常的无聊，也很缺德啊。就是从这3个角度，我总结是这样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整个的立法过程也是大开眼界。西方国家终于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了吧？完全黑箱作业。什么叫黑箱作业？就是立法怎么立啊？谁来立啊？立的原意是什么？它有什么就是各个利益方，他是不是应该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去？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受管辖的单位等等，各个 party 是不是应该都进去？没有，完全没有这回事啊！完全没有这回事，没有任何人看得到，不知道这个法律条文是什么，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可以给意见，也没有人可以影响它的进程。这就叫黑箱作业啊，这是第2条啊。第2黑箱作业，所以这大概西方国家你不是不了解嘛？好，你这次可以了解一下，看看大家一看，哇，这中国立法原来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中国所有的立法过程都是这样的，就是在它公布实施之前，没有人知道这法律是这样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人民是不知道的。这是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黑箱作业，刷新你们的见识吧啊，见识中国的厉害，中国的厉害就在这里啊。这是第2个啊。第3个，这次立法跟其他在中国立法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政治立法，就是它的立法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它不是出于社会的需要，不是出于这个社会的进程的需要，不是，是政治的需要。所以它呢，在这个立法呢，是为了满足政治需要而去做的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立法里面，这个法律条文里面，它有很多地方在喊口号，喊政治口号。你看这个，你像这个港版国安法里面讲啊，要保护人民的权利，保护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条文当中，他又把他自己的这个内容给推翻掉了。那他做了很多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侵犯这个人民的权利的，但是他在条文里面就喊很多的口号，什么这个要保护这个要保护那个，就是政治立法，这第一个特点。第2个特点，行政主导。什么叫行政主导？其实就政府主导，就或者叫执法部门主导。那么从执法的角度啊，全方位啊，组织、构建、书写360度无死角对付所谓的执法，其实执法针对的这个执法人啊，就是他要管什么呢？他要管个体户，那360度围住个体户，各个角度来针对他。但是个体户没有人帮着个体户说你不能这样子执法，没有，完全没有，因为他什么？他是负责这个部门执法的部门起草的法律。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由行政部门或者执法部门起草的，那你想想这法律是什么情况？所以在中国我讲过很多遍，在中国如果你真的守法，你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按照这个法律条文，那365度全方位封死，你根本动不了，没有人帮这个被执法人去平衡他的这个法律条文，没有，完全没有。这是第2个特点。你可以从这个法律，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啊，讲的非常，这个法律非常富有中国特色。这是第2条。第3条，这个法律条文稀烂，
无论是从文字到表述到结构到角度到法律用语一塌糊涂，狗屁不通啊！为什么？包子嘛，武大郎开店嘛，一个比一个个儿矮嘛，你到了起草法律的呢，得1.4米以下了吧，得啊。所以他这个法律条文一塌糊涂。这一次呢，这个法律条文让全世界看一看啊，这个现一现，我们叫现个事吧，就现个事啊。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法律啊，港版国安法3个特点啊，这3个特点，我们就来讲讲啊，讲讲，我们也不可能讲太多啊，我们就选个几个角度来讲讲啊，讲讲港版国安法第29条很奇葩啊，奇葩，奇葩在哪儿呢？我大概的读一下，我不可能全读啊。全读那今天我们就2小时读不完。第29条，为国外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这个没问题啊，很正常。请求国外或者境外组织、机构、人员实施与国外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实施或者串谋实施，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你直接或间接不就可以吗？或者直接或者间接，这什么狗屁文字？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实施以下行为，均属犯罪啊。那么这里面很搞笑，你想一下，这个罪犯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他能对中国发动战争，或者武力相威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威胁。那是得是个军队吧？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厉害？啊，这个非常搞笑啊！这哪是犯罪？这不是犯罪吧？这简直是侵略，个人对中国进行侵略，很搞笑啊！这里还有一个，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和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进行严重阻挠，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不一定造成了严重后果，它都算犯罪啊！严重阻挠，不知道什么叫严重阻挠？我提意见算不算？人大会议上我反对，算不算？算犯罪了吧？那肯定是犯罪了啊！你就非常可笑啊！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啊！操控啊，还能操控选举啊！这个第4个，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我就想不通，这一个人怎么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为？那得把美国抓起来。如果美国现在在制裁中国或者制裁香港，那得抓美国啊，所有的美国都得抓起来。你看这个是我都不理解，他怎么会起个这样的法律啊？第5，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引发，这条文非常好笑，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对中央人民政府或者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啊，你要是让香港人恨政府，或者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啊，你要是让人恨政府或者恨中国政府，你也是犯罪，吓死你吧！你还敢写书？你要是写书，别人看完书以后觉得特区政府简直是太可气了，好，你引发你对特区政府的憎恨，要抓起来，这是有这个严重后果啊！这个29条非常搞笑，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研读一下。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谁不可以抓起来的，从这个3岁小孩一直到这个美国政府都可以抓，全部都在犯罪。然后你看这个犯罪很可笑，犯前款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什么鬼？10年以上有期徒刑应该是放在前头啊，为什么是无期徒刑放在前头，有期徒刑放到后头呢？这什么法律条文？我觉得很奇怪啊！这谁写的？这一塌糊涂啊！这是第一个29条，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法律书写简直是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啊！第二条，第38条啊，第38条这一条也匪夷所思啊！第38条是什么呢？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适用本法。什么意思？你不在香港你也不是香港人，但是你做了这个我们之前规定的这个犯罪行为，你也犯罪了，我们要把你抓起来，吓死你吧，吓死你吧！你别看你躲在美国，别再躲在加拿大，只要你引起香港居民对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引起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仇恨，那你就犯罪，而且我可以抓你我可以判你刑，判得不好就是无期徒刑，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所以全世界这个法律管到全世界的人，全世界都管了超出就是它没有地域，没有范围，无远弗届，谁都跑不掉，什么人都跑不掉，大概是这个这样的东西啊。这你说恶不恶，凶不凶，狠不狠？非常凶，非常狠。好，38条，大家可以去看啊，我读的每一条都会讲出来，大家可以认真学习领会啊。第44条第40条也是很叹为观止。你见过一个法律条文管法官的吗？这个法律就管法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从裁判官、区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原讼法庭的法官、上诉法庭法官以及终审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法官，也可以暂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法官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行政长官在指定法律前可以征询国家安全委员会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可以征询上述指定法官任期1年这是第一个。凡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不得被指定为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在获任指定法官期间，如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言行说也不行终止其指定法官资格。在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检控程序，应当分别由该法院的指定法官处理。好，听见没有？第一个，审这个案子的法官全部都是特首指定你听过吗？听说过吗？一个行政长官去指定法官去审案子，其他人不能审，只能由这个特首行政长官去指定的法官才能审。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这个见识了吧？第二个，他连法官都一起管了，就是法官你也不能够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言是什么？言论。行是行为，行为我们不说行为是犯罪，我不管，就不言都不行言都不行。这就是中共是最怕别人说话的，一说话他就塌了这第3条。第4条，第四有3条
这3条呢很特别啊，它分别是41条、42条和这个46条。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审讯啊、审判、检控、侦查这一系列的东西啊，一系列的东西我就不读了啊。这个条文大家上网一搜都有。我讲的是41条、42条跟46条，我就节约一点时间，不讲那么多，不读那么长啊。那么它这里面有几个啊，你看哈，它其中有一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予以保释。听见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可以保释啊，没有保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律政司长可以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及涉外因素，或者是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务须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凡律政书发出上述证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应当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由3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就是不需要采用陪审团的审理裁决啊。就第一个不可以保释啊，不得保释不得采用陪审团的裁决。还有一个审判应公开进行啊，他话这样，但是因为涉及国家秘密、公共秩序国家秘密还有个公共秩序。这个理由很宽泛啊，公共秩序就是排队都可以是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开审理的，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全部或一部分审理程序，但审判结果应一律公开宣布。它只是公开宣布审判结果，但也就是说秘密审判这是老规矩，中国的老规矩，就是可以秘密审判，不得保释，然后是什么呢？不采用陪审团的裁决。跟中国你在香港你可以看到跟中国一模一样的审判的模式啊，审判模式。第5、第43条啊，这第43条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很有中国特色啊。我就不读了，很长，总共有43条，总共有7点啊，7点。这7点呢，总括来说啊，就是在这个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基本上它可以采取任何的手段啊，任何手段，搜查什么的，反正就是监视、删除信息啊，所有的人要提供协助等。总之，所有的人要提供所有的协助，没有限制。就是他的这个调查，他的这个采取的这个调查措施没有权力的限制，就是他的调查权无限大，跟现在的中国公安没有区别。跟中国公安在中国大陆一样，就你可以看到你以后你可以在香港看到中国的公安在香港以中国的办案方式来办案。等一下我后来讲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搜查权无限大啊，这是第1条。第2，不得侦默权，就是普通法里面有一个权利啊，就是被告有个权利，我有侦默权，我不说话，我不讲，我可以不讲，我不想讲我就不讲啊，但是你这里不可以，这里不可以啊，你没有法律上不许你侦默啊，这是第5条。第6条、第49条啊，第6点啊，第49条。第49条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第49条、第60条，讲的是这个国家安全公署、国安公署的职权啊，大家去看一下，我就不具体念了啊。
可以念一下啊，念一下。驻港特别行政区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职责：一、分析研判香港国安形势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国家安全的职责。监督收集分析国安情报四、依法处理国安案件这是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其实是有两个有四点。第一个，国安公署超越香港法律，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第60条，驻港特别行政区国安公署及其人员依本法执行职务行为，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你就管不了我，叫治外法权。然后持有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制发的证件或者是证明文件的人员、车辆在执行职务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人员的检查、搜查、扣押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这是什么？4条。第一条，国安公署凌驾香港法律这第一个。第二个，国安公署凌驾特区政府，这第二个。第三个，国安公署在香港可以办案豁免所有的就是对他的权利的这个剥夺。第四个，国安公署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太上皇这是很麻，非常很麻。这是第6条第7条，第7点，这个54条，驻香港就国安公署吧，我就讲国安公署这个特派员公署，还有一个特别香港行政区政府就是特别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国安公署、特派员公署、特区政府采取必要措施这3个部门加强对外国和国际组织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的管理和服务就不要说了，就是管理了。也就是说，这个管理外国的 NGO 和管理外国媒体的职能由特区政府给分散到了哪里呢？特派员公署和国安公署。国安公署也要管，特派员公署也要管，特区政府也要管，理解吗？说明特区政府没管好，那么其他中央政府还自己来管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第八点，55条，这55条这个55条、56条、57条3条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国安公署可以在香港任意执法，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执法，可以在任意情况下可以执法，这是第一条。这个执法办案就是他可以在香港办案，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够在香港办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所有的这些案件他只要想就可以送中，把这个案件直接送到大陆审理，就是送中就去年不是有一个送中条例吗？就是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引渡条例的修订没通过，一次性搞定。为什么？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是送到大陆审理，送到大陆审理，香港法律不管辖，由中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法管辖。
厉害吧？啊，这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法律啊。这个法律呢，我总结一下啊，第一，非常有破坏力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美国制裁香港，对香港有很大的打击，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国安法它的破坏力比任何一件事情都来得大，对香港的破坏。第一，它破坏香港的普通法的司法体系啊，突然来了一个庞然大物，砰砸到香港，把香港的这个普通法的这个司法体系破坏啊，这是第一个破坏香港的司法体系。第二个，破坏香港现有的政治和行政体系，就突然多了一个太上皇。原来香港回归以后，有一个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公署其实是在破坏香港的这个政治、行政、法律、政治行动系统。现在来一个比他这个特派员公署更强力的机构，他有执法权的机构，那个没有执法权，特派员公署没有执法权啊，他只是去影响背后上下其手而已。这个不是，这个直接可以抓人的，直接抓人，所以这个比那个厉害多了。这个没有牙齿，这个直接就有牙齿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破坏现有的政治行政体系。第三个，对整个的社会，香港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啊，这是它的破坏力非常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狠毒啊，狠毒。这个完全是一个从这个执法的角度啊去书写的一个法律啊，它有几个随意啊。第一，随意放大警权。我讲的警权是什么？是大陆公安的警权啊，大陆公安跑到香港来执法的警权啊，随意放大。第二，随意放大国安公署的权利，这个权利没有来源的，就是中央政府说我通过一个法律，他就有这个权利了啊。这个权利为什么有这样的权利？没讲啊，没有来源的啊，就随意放大国安公署的权利。第二，随意扩大执法范围，全世界都归他管了。不管你在不在香港，不管你在干什么，不管你是实施的行为，还是你只是想啊，或者是有可能有结果，有可能没结果，他都讲你是犯罪啊。所以随意放大这个执法范围，随意放大暴力程度，非常暴力啊！你看这个法律充满了暴力啊，充满了暴力。这是第二条，这非常的狠毒，这是非常狠毒的一个法律。第三，这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这是中国法律条目的经典，奇文共欣赏。这可以全世界可以通过这个法律了解什么呢？第一，中国法律皆如此，都是这样，都是这么混蛋啊，都是这么混蛋。中国法律皆如此，这第一。第二，就算是中国的法律皆如此，中共还不依法办事，理解吗？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在这我都想骂你啊！中国的法律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一面倒的法律，就算他一面倒，他都不依法办事。你说他娘的还有什么天理吗？你说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算他不依法办事，他还不执法。他还不执法，就是他还不认真执法，他还选择性执法，就是中国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一个社会保障公益的最后的防线，或者是我们叫防护网。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他的公益找不到他的公益的时候，他最后会跑到哪里去找？跑到法律去找，去司法那里去寻找社会公益啊！社会公益，所以我们讲，社会公益是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的社会公益的底线，它兜底的啊。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道德，它就是不道德的社会，因为你没有社会公益了。
所以法律或者是司法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啊。那么，如果你这个国家你的法律腐烂了，法律失效了，法律不能够实现社会公义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没有道德的，这个国家就失去了道德，就因为它一定会道德沦丧，因为它是没有社会公义。现在中国就是这样，现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所以恶法其实这个中国立了个恶法强加给香港，大家记住，这个恶法在大陆遍地都是，这就是现在的现状。所以大家经常讲，为什么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搞不清楚为什么，告诉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当这个社会失去社会公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道德沦丧。原因是什么？法律司法底线穿了。这两天我经常讲啊，什么叫王天下？顾炎武讲，有亡国，有王天下。亡国就是改国号，改朝换代叫亡国，关老百姓什么事？关老百姓1毛钱的事都没有。那你爱改什么国号就改什么国号啊，就是亡国就亡国，没关系，跟老百姓没有关系。跟什么东西跟老百姓有关系？王天下跟老百姓有关系。什么叫王天下？道德沦丧了，所有的人都有责任。现在中国就是王天下。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完了。哈哈，我们今天又讲冒了，时间又讲冒了。好，我们进入这互动啊，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提醒一下，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然后顺便帮我们点个赞，然后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啊，让更多的网友接收到我们的信息，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好，明谢一下萌冲，谢谢 Buy you a Long Island Iced Tea Hope you like it， 谢谢谢谢你啊。李虚训，谢谢，真的很痛心，今天一直很压抑，我能做的不多，只有向朋友分享王舍的视频，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良知。可以，非常好，谢谢你啊。我不希望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表现的比较我不希望大家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啊。我们仅仅伤心是不够的，我们要做一些工作啊，我们要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今天中午我一个朋友在帮一个雕塑家做一组雕塑啊。那么这个雕塑家，等一下，哎呀，我这手边上不在，他正在做一组雕塑啊，就是讲香港人抗争的这个雕塑啊，很辛苦，非常辛苦。那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些照片过来，我一看，哎呀，这是又是水泥，又是一身全是，非常辛苦啊。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让大家知道，港版国安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恶毒的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忙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把我们的视频转发出去，这就是帮忙。我们可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你最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些帮助香港人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在这里呼吁大家，就是我们放下郁闷的心情，我们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比那个更有效更好，好吗？所以我今天你看大家觉得我是不是很积极啊？
王文杰，谢谢支持王先生，谢谢新冠，谢谢观点1.4米以下，又形象又黑色幽默，到底是我们的王先生，谢谢赞，好 ，OK，Kiki，谢谢 Howard 徐，应该是徐 Howard 徐，谢谢听书，谢谢冯江，谢谢赞香港人的勇气，荣耀终归香港，送条领带支持王先生，谢谢你，谢谢，我有很多的领带。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攒领带，我的领带从来不扔，我的所有领带从很早以前的领带一直在现在，我都还在戴。这是一条，我觉得大概应该至少有20年的领带啊，我喜欢领带啊，谢谢你Isabella 古，谢谢王先生你好，我是一名在国外留学的本科生，我和我爸爸一直看您的节目，我问过我爸爸。既然是去香港对中国的各方面的影响都那么大，中共为啥还要颁布这么蠢的国安法？他说因为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一个独裁国家，中国害怕西方的民主之风透过香港渗透中国大陆，所以中共害怕。王老师你说我爸说的这个说法有对吗？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可以再往前推一点，一方面他害怕西方的民主或者是民主意识通过香港传到国内去中国大陆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什么？更多的还是这个中共的这种独裁这种集权制度，让这个中共会觉得香港既然回归了，我还掌握不了，我不能够掌握上海或者掌握广州那样的掌握香港，心里不爽，我就想办法去掌握它吧。大概这种老农民的这种心态有这个因素在这里头好吧？俊霄，谢谢，前身，谢谢，扎云清，谢谢 ，Bravo Mr. Wang，加油加油，谢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读，真的是，陆程，谢谢支持王先生，陆山，谢谢，祝福香港，加油香港人。沈丹阳，谢谢。最近换了工作，这几天入职 ，orientation 有点忙，直播1都没法上来听，只能下班补上。今天赶上直播2，开心，谢谢王先生。加油哦，上班了，太好了。周 Jasmine， 谢谢支持王先生，心痛香港人。Jack Han， 谢谢。李世宏，谢谢。阮光能，谢谢。观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香港又一次走入殖民统治，世界在进步，但是香港在倒退，历史必将记得可耻的这一天。谢谢王老师为香港人民勇敢的发声，应该的。观点鲁迅之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价值回给你看，墙内老人很难过，谢谢你的支持。情况，大陆的网络空间只能以纪念 Beyond 乐队黄家驹以及相关歌曲如光辉岁月等表示对香港的情感，谢谢你。观点，一部法律连内容都没看就代表香港人民同意，那些去北京表决的代表才是真正的港奸，都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一批人在那表态支持观点，没有透明度的立法就像黑手党一样的规则，没有得到社会的同意。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观点，香港国安法算是把中共的家法明明白白展示给全天下了。秘密审判，指定法官，不允许反对意见，权力没有任何制约，可以说的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中共血液里的龌龊育民之术，一旦白纸黑字写出来，真的是叹为观止，滑天下之大稽。此恶法
必不须遵守，毫无任何立法正当性可言。观点：中国法律里很多罪名都是口袋罪，什么都往里面装，执法充满了任意和随意、任性、随意和任性情况。中国法律皆如此，中共依然不依法办事，所有单位内部不合法律规定的事情，都是通过党委开会通过。党比法大。观点：我认为中共这条法律的条文完全是把香港人当大陆人来看待和管理，长期的独裁和愚民统治让中共自己都不明白现在这个世界的规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共的每一个选项都是选择最差的选项。以后中共一定会经常触碰世界价值观的底线，但香港人不是大陆人，自由得到了就不会轻易的丢弃。中共越高压强势，离他消亡就越来越近了。观点：这种法律必须含糊，不然怎么凸显小学生水平？同时一定要模糊，不然怎么把所有的行为归类为寻衅滋事？观点：因为这个法没有执法标准，含糊不清，所有审判都看法官个人意志，所以必须控制法官，让审判体现政府意志，完全是国内那一套。政法委可以指示审判，是这样的啊，非常正确。观点：按理说这应该是国内目前法学专家是这个体制中最高水平和素质的。你想想，这批人都这样子，都这素质和水平，外交部那批货的表现也就正常了。是的。观点：王先生说的对，就算法律一边倒，他娘的也不依法办事。现在的大陆警察、武警部队已经早就在香港非法执法了，现在的法律只是为了他们的恶行合法化而已，非常正确。观点：这份足以载入史册的文件用语野蛮愚昧，立意丧心病狂，基本就是受迫害妄想症的梦遗，带有浓重的习的个人印记。香港人用自己不屈的反抗意志，终于激得中共把所谓的底线思维在全世界面前露了馅。习彻底扒光了自己，坐实了不穿新衣也要当皇帝的小丑的历史地位。哇，这话骂得狠呐，这个狠，我觉得像记者写出来的。这个有水平，痛快啊！观点：中共和他被洗脑后的中国人是无法明白文明世界的价值和逻辑的，所以他们觉得人们追求和维护自由民主是吃饱了撑的。与中共魔鬼讲普世价值观等于与夏虫语冰。观点：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看了这么多条文，每页都读到半死，也没见过如此不可思议的18页文本。用基本法附件3的漏洞，用一个法律就颠覆一整本基本法，这就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罪。今天你没出街，你也可能被国安抓，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一息尚存，香港人就会抗争到底。观点：其实其他的具体条款我觉得是辅助，真正牛逼和动了香港法律体系的是6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本法律。我一开始还好奇一个普通法的一个条文怎么就并行，这就解释了。观点：刚刚看到不少香港人不畏惧香港版国安法又上街游行了，真正的勇士。不过还是要重复1年前说的那句话，没有经过过1949年之后的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的香港人，对那个组织的恶是缺乏想象力的。错，香港人对中共从来就没有信任过，香港人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中共啊，这也是中共为什么中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香港人当然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中共的就是香港人啊，为什么？与狼共舞啊，为什么这么多年与狼共舞？他一直在跟中共在一起，但他不相信他。
还有香港有很多从大陆逃来的资本家，逃难逃到香港来的这些人，他们对中共实在是太了解了，所以香港人其实一直不相信中共。这些年香港有很多小粉红，原因是什么？每天近1000人、2000人、3000人、10000人这么往香港进，当然理解吗？这叫什么？掺沙子啊，掺沙子，掺多了啊。观点国安法其实就是让香港人向权力低头，不发出反对的声音，跟国家安全关系不大。香港人应该知道，其影响不止在政治层面。久而久之，香港就会发现有建筑偷工减料，市面有黑心食品，用人制度看裙带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这样，你看看修地铁修成什么样。观点从今以后再也没有香港。其实原来意义上的香港从1997年开始就不可逆转的退化。中共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做人事，绝不会让原来的香港存在下去。区别只在于温水煮青蛙还是快刀斩乱麻。观点看了大逃港期间华山救清的视频，我心都碎了。羸弱的老者拼了命的声嘶力竭，伸手搭救那些被遣返大陆的同胞。我在高铁上默默的流泪，他们这才是一个真正有血性的中国人。大逃港的岁月用人性的光辉照耀黑暗，转眼间已经逼近2047年7月1日，希望那边的朋友安好，不要放弃。詹叔曾经在80年代做黎明不要来，人间道点醒一批人，这样的老一辈实在是令人怀念和敬佩。若他还在世，想必也是不胜唏嘘啊。王先生遇上直播实属不易，有个问题，如果下次 APEC 峰会，香港特首是否还会参加？这个标志香港是否还会被各国看成一个独立经济体？不是独立经济体，是独立关税区。独立关税区是这样，独立关税区就是别人当你是独立关税区，你就是独立关税区。如果大家都不当你是独立关税区，你就不是独立关税区。所以特首还能不能参加不好说啊，真的不好说啊。就如果这个在美国举办，特首肯定参加不了，肯定不让他来。再看他在哪儿，下一个峰会不知道在哪开啊。那个国家如果认为，哎，我这个特首你可以不用来了，你已经不具备这个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了，那林郑就去不了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请问中共今后能够随意篡改香港法律啦？这离能够直接操控香港美金和外汇还有多远？香港美金，我不理解你在说什么。香港外汇操控香港美金，你是问外汇储备吗？关于香港的外汇储备4000多亿，4000多亿其实也不多啊。我觉得香港需要中国大陆搬一些外汇储备来香港，而不是从香港搬外汇储备去大陆。为什么？如果受到狙击的话，港元被狙击的可能性远比人民币来得大啊！你想一下是不是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反过来的啊，反过来的。提问，请问王先生，这国安法有违中英关于一国两制的条约，英国政府有权收回香港，那英国是否有改变中国政府的影响力？一直觉得大家都在看美国的表现，好像英国那边没什么被关注到，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认为昨天有网友说那个欧盟会去海牙国际法庭起诉提起诉讼。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欧盟做不如英国去做，因为英国是利益相关体啊，利益相关者。那么英国去起诉，我觉得更有法理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英国当然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啊。那么如果英国跟美国联手，就是说，如果英国真的去海牙国际法庭打这官司打赢了，
那他说我要收回香港，然后美国站在旁边说一起，哎，我跟你一起去收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靠谱一点？对吧？因为至少你看，大家现在很关注美国，美国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松手，所以你看，如果这件事情英国去打官司更合理，然后英国跟美国联手说，哎，如果我官司赢了，你是不是把香港交回？美国说，对呀，你这输了官司，你得交回香港，这件事情可能会不一样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发展合理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路径，而不是欧盟的路径，而且英国应该是走这个方向啊，它才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对吗？观点：香港是挺可惜的，在华人世界少有迈向民主的明珠，现在被扼杀了。但香港大部分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人深受5000年专制，这次大概率是会顺从的。除非全香港人上街抵制恶法，太难实现了。华人的想法，明哲保身是大部分华人的选择，我不同意。我觉得你这是污蔑中国人。香港700万人一次游行，他上了200万人，你说香港人他是会顺从吗？我不觉得，我不认为香港人会顺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老拿5000年专制来说事儿。没有用的，你拿这个来说事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你去看一下香港你去看一下台湾，台湾现在是个模范生，民主制度的模范生，它有5000年的专制啊，那为什么像台湾会有民主制度呢？所以你这个讲法完全不通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提问：你认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能保障吗？如果香港没有金融中心地位，那对珠三角有什么影响？对珠三角没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对中国有影响，珠三角没什么影响。为什么？珠三角也不是靠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来吃饭的，珠三角它靠自己挣钱，没有靠香港挣钱，所以香港没有金融中心地位对珠三角没影响。观点：美国对香港的核弹级武器是禁止美元流进香港，对香港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这会终止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过要走这一步恐怕要等川普连任以后，因为这也会拖累美国股票市场，影响川普连任。你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归结为 A， 因为 A 所以 B， 因为 B 所以 C， 没那么简单。我不反驳你好吗？但是我不同意你说的那么简单。观点：美股和港股没受什么影响，不知是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抗议和制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后果。香港人很勇敢，中国人的脊梁和祝福希望祝福香港。你说这个话不就是想说港股没什么影响吗？港股没什么影响，当然没什么影响，国家队在后面撑着呢所以这是维稳行情，鬼都知道，你就是不说，你不说我帮你说西方的抗议，西方不是抗议西方没有抗议，西方他在行动，在有行动，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节目有在行动，不是没有行动，而且这个行动它是个国家又不是打小孩，啪一巴掌打完了，1秒钟就可以打下去，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运作需要时间的所以你这个话也是有骨头的我看出来了今日香港，三春犹似岁寒时，冷雨潇潇，血泪湿，纵有狂风逼叶落，京城托月有枯枝。好。观点：广东人的性格敢行天下先。早十几20年，广东系全国政治最开明的，广东话新闻乜都敢講依家连下一代都唔識廣東話，國內的管控越來越嚴，就連呼吸都被控制。廣東人當然廣東人還是有血性的那抗戰的時候，廣東兵
广西兵都很能打，非常能打。越往南的兵都越能打。你比如说湖南兵打得也很厉害，北边不行北边不行，南边行。中国的兵是越往南越行，广东兵很厉害啊。情况，澳洲总理刚才发布新闻，未来10年将花2700亿军费开支，应对危险和贫困的世界及中国的崛起。OK， 观点，港版国安法38条，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法律法规犯罪的，适用本法。这是要统治全人类，国骂伺候，绝对是要统治全人类啊！观点，上海国企党务工作者今年99周年，我一边做各种庆祝的推送，一边听王老师的节目。王老师的节目像一盏灯，让我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工作岗位上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每个月拿到工资的那天，都去给香港捐款，愿荣光归香港。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啊！观点，林郑月娥说林郑月娥说你为什么要去管他？不读。观点，条文出台很仓促，所以吃相很难看，后续在文字表述上肯定会进行美化，但最终显现的是这第一版直接表达的真实意图。你说什么？要改吗？没得改的啦，已经过了，没得改的啦。什么第一版、第二版？没有，这就是最终版，人大已经通过了还修饰？没有修饰美化的啦。观点，我是香港人，今年40多岁，我在香港成长，我的专业知识、价值观和财富都是香港给我的。看到国安法就像一个怪物，将我的一直相信的法治、安全感全打破了。我不想离开香港，但我更不想将我的人生贡献给这个打破我家园的怪物。我跟我的一群朋友决定离开香港。1年的抗争，多少有被捕的人，真的很伤感。我这一生肯定要跟共产党过不去，会在海外继续支持抗争。要走赶紧走，真的别等别拖，赶紧走，不要犹豫啊！观点，香港人还在对法律咬文嚼字，那要咬文嚼字不对。我们很多人喜欢一言以蔽之，不是这样的，要把事情做好，不能一言以蔽之。你说他不对，不对在哪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给全世界听，这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虽然有点枯燥、咬文嚼字，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世人知道，我们讲这是个恶法，这个是个狠毒的法律，这个法律非常坏，你一定要告诉他坏在哪里。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所以一定要咬文嚼字。中国人喜欢大而化之，不行，我们要改掉这个毛病，好吗 ？OK，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谢一下啊 ，Daniel 梁，谢谢，沈 Sherry， 谢谢 ，Chloe， 谢谢，支持王先生 ，GM， 谢谢，老师辛苦，香港同胞走吧，卖掉房产，换掉港币，保证人身安全优先。最近的新闻中可以看到有干扰电子设备的军车大摇大摆的进入香港，如果中共没有录像、录影等证据后顾之忧，怕是有一天会变成6四重演。我也是这样觉得，能走就走吧。Rainy Ma， 谢谢。卢 A 拱，谢谢。美西辛苦了。贝拉瑞，谢谢。Leon 刘，谢谢。陈世杰，谢谢。请教一个问题：国安法导致香港丧失金融中心地位后，这对珠三角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影响。珠三角不靠香港吃饭。Mary Rose， 谢谢。周雨婷，谢谢。香港同胞加油加油加油。曾明奇，谢谢。请王先生跟美西喝早茶，谢谢。TT， 谢谢。一个在华人世界里能够成为民主典范的地方和唯一的金融中心就这样没有了，谢谢。Y Christy 周，谢谢。背带好，背带都好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
我在这里讲一下，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报告。明天就是7月1号，直播1跟直播2我请假。但是呢，我又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呢，之前一直有网友希望我放一些我们之前做的这个会员直播会员直播节目。那么明天的直播1跟直播2，我会放2个会员直播节目给大家那么大家仍然能够在这2个时段来看我们的节目。不过这2个节目就不是我们的直播节目，是我们之前的直播的视频节目就是会员的视频节目。我是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请大家欣赏也希望大家了解我们在这个会员直播里面做的内容到底是怎样的，好吧？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谢谢大家，谢谢。